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叶子。这次要来分享的是提拉米苏烤燕麦。这一道提拉米苏烤燕麦和传统的提拉米苏一样，有3个主要层次。不同的是，它是全植物、无蛋奶、纯素，也没有使用精制糖和面粉。那这一次我也特别做了2种不一样的版本，一个是使用完整的燕麦片，一个是使用燕麦粉。2种制作出来的口感稍有不同，它可以依个人喜好来选择。所以不多说，我们来制作吧。这次有2样食材要事先准备，一个是生腰果，浸泡于水中6个小时；另一个是椰枣，一样也是浸泡于饮用水中至软化。我大多都是把它放到一个罐子里面，冰到冰箱冷藏1个晚上。那么第一个，我们先来制作燕麦粉的版本，将传统燕麦片放入食物调理机中，把它搅打细碎成粉。如果你没有食物调理机的话，也可以直接买市售的燕麦粉。这样就是我们非常简单的燕麦粉了。接着我们来制作咖啡烤燕麦底层，将烤箱以175度C 预热，取出冰箱冷藏的椰枣。那我们把水沥掉，留下来的汁可以打果汁或是果昔。将去籽椰枣加入食物调理杯中，还有香蕉、豆浆以及即溶咖啡颗粒。我们先把它们搅打混合至滑顺。接着我们来混合干粉的部分，一个大碗中放入燕麦粉、杏仁粉、泡打粉，还有1小撮盐，把它们全部搅拌混合均匀。之后我们在中间挖一个类似井的洞，然后再把刚刚搅打的湿料倒入中心。那记得所有的湿料都要刮干净哦。接着这个是非必要的，但我加了一些咖啡利口酒，还有一点点的香草精。接着我们就用细胶刮刀把全部的食材混合均匀。因为这个食谱中基本上是没有麸质的，所以一般是不太可能会混合过度，但还是记得不要混合的过久，以免面糊变得太干。那我们取一个生烤盘，烤盘内记得抹点油，第一次我忘记了，所以它就有一点沾黏。总之就把混合物转移到模具内，用细胶刮刀铺平表面。之后我们就可以放入预热好的烤箱，以175度C 烘烤大约25到30分钟左右，直到竹签插入中心，拿出来时没有湿面糊沾黏即可。之后我们把它静置，稍微放凉。大约静置了10分钟之后，我们用叉子在燕麦底层上平均戳一些洞，主要是等会加咖啡浸泡液。那么接着我们来制作纯素马斯凯彭奶霜。那这个主要的食材就是腰果，之前浸泡的腰果沥掉水，然后稍微洗净。那这些就是我们的奶霜食材。取一个食物调理机，放入浸泡过的生腰果、无糖豆浆，还有嫩豆腐以及枫糖浆。枫糖浆的部分可以视个人口味再调整。那接着还有一点点的纯香草精以及盐。然后这个是非必要的，但我加了一些太妃糖调味剂，让它有一点点蜜甜的味道。之后我们就用食物调理机把它们全部搅打混合均匀至滑顺。接着再加入植物性蛋白粉，如果你没有植物性蛋白粉的话，也是可以用可可脂，但这里我想让它蛋白质多一点，所以就加了植物性蛋白粉。搅打完成后，它会变得稍微浓稠一点，我们把它静置于一旁备用。接着来制作咖啡浸泡液，非常简单，就是把这4样食材混合均匀，有即溶咖啡、椰糖、热开水，还有咖啡利口酒。一样，咖啡利口酒是非必要的，但我建议如果你可以摄取酒的话。之后就把适量的咖啡浸泡液刷于我们的烤燕麦层上，再加上事先搅打好的纯素马斯卡彭奶霜。用刮刀铺平表面，稍微摇晃一下，使表面平均分布。我们就放入冰箱冷藏2个小时，或至表层凝固。之后要食用前再撒上适量的未碱化可可粉。之后挖取你想要享用的分量，这一盘大约是6人份左右。放到盘子上，我们把它微波加热，大约30到60秒。这个步骤非常重要，因为加热过的烤燕麦才会变得松软。
取出之后就可以直接享用，也可以视个人喜好搭配莓果或是先前剩的咖啡糖液，也可以加适量的枫糖浆，如果你喜欢甜一点的话。这样子就完成啦！用燕麦粉制成的烤燕麦口感非常的扎实，更像膏体的口感。那么我们来制作版本2，就是用啫喱燕麦的。必须老实的说，这一款在分切的时候并没有像燕麦粉的那么漂亮，但是它的口感比较松软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。那基本上所有的食材和做法比例大致上都相同，就是把燕麦粉的部分直接用燕麦片来取代。在混合的时候，应该就可以看得出来它的质地是比较松的。那我们模具内抹油，这次有记得了。然后就把刚刚的混合物一样填入模具中，铺平之后一样送入烤箱烘烤大约25分钟。取出，静置稍微放凉，然后用叉子戳洞。再刷上适量的咖啡浸泡液，还有一样的全丝马斯卡彭奶霜。之后一样抹平表面，我们放入冰箱冷藏2个小时。之后取出，表面撒上可可粉。然后如果你有像我一样要拍照的话，可以加玫瑰点缀。之后就来开挖啦。这一款在挖的时候就发现，因为它的底层燕麦比较松，所以挖出来的时候看起来会有一点混乱。那这一款也一样，我们想用之前放入微波炉加热30到60秒左右，加热真的非常的重要，因为这样子燕麦底层才会变得松软。取出就可以直接开挖享用啦。但如果你像我一样喜欢吃比较湿一点的质地的话，可以加一些咖啡液或是豆浆。如果我觉得不够甜，也可以淋一些枫糖浆。这一款用传统燕麦片直接制作而成的，口感真的比较松软。虽然它的外观没有燕麦粉的那么美，但我个人真的是比较偏好这一款。那么以上就是这次要分享的全素提拉米苏烤燕麦2种版本。其实原本只是要制作1种版本的，但就觉得要有一点实验精神，所以制作了2个版本。那希望你们也会喜欢这次的影片。那这一支影片原本是预计要在上周发布的，但是上个礼拜我发生了一些事情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我跟 J 先生买了一个2手的家具，但是卖家不太负责任，所以我就有点对人性失去了，该怎么讲，希望吗？那也因为处理那件事情，还有自己的情绪，花了一点时间才把心情整理好，准备来发布跟录影。那在这边想要特别谢谢有留言，不管是关心我还是给我建议的人，你们的留言我都有看到，也很谢谢一直有在 YouTube 上面跟我互动或是观看影片的你。希望这个影片没有来得太晚，也希望你试过会喜欢这个食谱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In this game, my heart will lose. Change your ways or set me loose.